好，全世界都在关注哦，双普通话了。那这也说是史上最长的一次通话，通话了90分钟。现在俄方同意可以换俘虏哦，而且针对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停火30天。那因为最近川普频频向普丁释放善意，两国的外交现在看起来也比较解冻了。长达3年多的俄乌战争，现在如何结束，已经成了这两国领导人台面上的大事。那我们来看一下克宫的声明，他说停战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停止军援乌克兰哦，而且提供投降乌克兰士兵人道保障。俄乌停止攻击能源设施30天，那就黑海停火开始谈判。那俄乌交换175名战俘。那现在目前这个克宫的声明哦，普丁强调结束的关键是军事协助必须得暂停嘛。但是呢，川普好像对于这一点哦讲说，我们没有提到这个援助的事情啊。那谈了很多，但是并没有提到援助这一块哦，所以可能还有待后续双方再给予大家一个确定的厘清的答案呢。那美国的中东问题特使呢，他提到了美方跟俄罗斯将会在3月23号与沙烏地阿拉伯的吉达来进行会谈讨论，同样也是乌克兰的问题。普通话，是不是没有基辅的份？就是好像这个美国跟俄罗斯谈好，那目前看起来乌克兰就像是桌上的大餐嘛。这个是来自于俄罗斯的前总统，他说这样看起来啊，乌克兰就是美俄领导人桌上的一道菜而已哦。可是泽伦斯基对于这个讲法好像不是很同意哦。我们来听听看他的说法。Посередництві американської сторони можуть домовитись не бити по енергетичній і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і. Не може бути так, що Росія буде бити по нашій енергетиці, а ми будемо мовчати. Ми будемо відповідати. Але дві сторони, українська і руська, можуть не бити по енергетиці. Наша сторона буде це. 对，他说我们不想冒犯任何人呐，但是我们并不希望成为普丁的一道菜。我们不是沙拉，我们是个国家。那他说，如果没有我们的谈判呢，他认为这是错误的，不应该把乌克兰排除在外，而且还提出警告。他说，俄罗斯是要试图拖延美国主导的谈判哦，所以这个乌方也是这样子提出了一些需求，但是呢，到底美国或俄罗斯能不能听得进去？恐怕就像是他们形容的，他们并没有在乎一个菜的诉求，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大国就说了算了，我们大国决定就好了。那再来看到了这个俄乌局部停火到这个现在目前呢，美俄甚至还要提升这个两国关系。克宫讲说啊，我们两边双边关系正常化，比方说从共同兴趣开始着手哦，来一个高规格的冰球赛。克宫讲说，比方说这个俄美冰球赛啊，美国的国家冰球联盟跟俄罗斯的冰球联盟的球员来进行一些较劲啊，就是这个友谊赛那种感觉哦。那川普马上就表达支持了，他说乌克兰解决之后呢，美俄可以恢复经济关系啊。那现在目前跟俄罗斯的贸易往来并不多啊，希望接下来可以更多一点。那但是呢，这样的这个美俄走在一块儿，可能 G7 啊，或者是主要是欧洲国家，可能不是很乐意哦。那 G7 现在已经变成这个普丁嘲讽的一个对象了。我们来听一下。0,9%. Семерки, большой семерки. Почему она большая? Непонятно. Что там большого? Там куда ни посмотришь, на карте не видно никого. 对，其实以前普丁加入的时候是 G8 嘛，那后来就被踢出去了。那因为这番话是要回应川普在2月13号的时候说希望俄罗斯可以重返啊，当初把他除名是一个错误啊。那说这个普丁应该很乐于回来啊。那普丁是用一种嘲讽的方式回来哪里呢？就地图上都找不到你们哦，用这种方式来否决掉之前 G7 对他做的种种，他显然都记在心里头嘛。那目前这个川普还提到了说，会跟这个中俄双方都发展友好的关系。那王毅呢，这2天也针对俄乌战争有一个谈话，他讲说，俄乌停火不能只是服务某一个国家的利益啊，中方一开始就主张要透过对话来解决危机啊，所以现在中国大陆的态度也透过了王毅来讲出来。那我们首先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这个初步谈话的结果真的就可以显示出来，
普丁他谈判的技巧极为高明，他不会完全拒绝美方，可是呢，他会选择性的提出对他有利的建议案。比如说这次谈判，我觉得对普丁最有利的就是说，他没有说我拒绝30天的停火，可是呢，他提出一个怎么样替代方案、折中方案，就是双方都互相停止攻击彼此的能源设施30天。那也就是说，地面部队的作战他没有承诺说我就停火了，只有对对方的能源设施。为什么提出来？最主要原因，乌克兰过去半年这个所谓无人机的攻击俄罗斯，大部分都是在攻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炼油厂原料储存设施，就是在攻击这些。所以呢，这个东西一提出来以后那你就看你乌克兰愿不愿意接受。这个就变成你今天普丁如果你今天川普如果承诺下来的话，你回过头来你就要去跟泽伦斯基去谈。如果泽伦斯基不愿意的话，那美国又必须考虑要不要停止提供情报或者提供武器了。所以他不但给他自己解决了一个什么比较他棘手的问题，普丁解决自己的，而且他投出的球让泽伦斯基也很难接受，让川普也很难达成，而且甚至会造成泽伦斯基跟川普之间再度的冲突。那么最后他又坐收渔利，所以我从来没有看到，我本来就在想双方会怎么一个结论出来，结果做出这样子的结论，我真的不得不佩服普丁跟他的幕僚在这个谈判上这种技巧跟能力，真的，我觉得真是学到了那也就是说，什么都可以谈，原则上跟你接触，可是最后谈出来是对我自己有利的，自己有利的。另外一个就是说，这种换服这些东西都是比较怎么讲呢？比较枝微末节的。不过俄罗斯克林姆林提出来说，停战的必要条件是停止军援乌克兰。对，那我想他讲的停战基本上是一个全面的停战，那就是停止军援乌克兰。所以这个条件也为我不反对停战，可是我的前提条件我又提出来了。所以都是反手为攻能够提出他的想法，让对方拒绝也不是，接受觉得也很困难。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这个谈判我觉得俄罗斯普丁是取得了上风，川普又接回来1-2个怎么样烫手山芋。那我不知道川普是不是当场答应了，不过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所谓这个川普的写了这本这个谈判的这个艺术这本书看起来他理论可能很强实际上我觉得功力还是差了一点。应该普丁也出一本来问一下顺峰哥。这样子所有的谈判是以实力做基础。在韩战的时候，双方打打停停，是因为双方势均力敌，所以在打打停停当中，看谁最后一击，看谁撑不住，那谁妥协。可是现在这一次不是打打停停这个是一面倒就是说俄罗斯的攻势是一面倒，那呢，对于乌克兰讲起来，他现在只有节节的败退，而且在目前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军队可以讲是士气高昂假如你今天你是乌克兰的军人，你一定是士气低落这个时候，请问你在谈判上怎么谈？你除了投降，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嘞。这已经很现实的痛苦摆在那里，所以呢，泽连斯基想什么不重要因为人为刀俎，你就是为鱼肉不要说连北约、连欧洲的这些国家，现在大概勉强可以插上一脚的，就是英国抱着美国的大腿，还插上了一脚，否则其他的也是真的目睭金金人相中就看到2个大人在那里瞧来瞧去，然后呢，然后没有然后他们讲好了，你才算数。亲爱的朋友，这一种命，有一天不幸在台湾的身上，你会觉得怎么样？会不会？你说呢？会不会2个大国在那里瞧，然后我们在旁边？现在，所以这一场里面，川普怎么谈什么？是的，普丁开出来的条件很简单，这3个也是美国想要第一个，俄乌要停战第二个，这个俄美呢关系正常化第3个，俄罗斯呢跟欧洲之间的关系也正常化，所有的制裁取消
那假如结果是这样子，然后呢，所占的领土现在显然还在扩张中。在我的看法里，这个领土将来最有可能就是到内伯河为界，因为那是一个自然的疆界。对，那到内伯河为界，那你乌克兰你是打个寂寞的，你被人家拱上去，然后呢打了3年，打到国破家亡，打到人民的流离失所。现在就看着你一个人，还在你换个一个头嘛，晃来晃去，晃什么东西啊？你的每一句话后面代表的是多少人民的财产跟血泪呀？今天的政治家一定要以泽伦斯基为戒呀，千万不要变成赖伦斯基啊、插伦斯基的，那个都是对我们最大的威胁。所以在这一场仗，很明显的摆在这里，美国只有被动，因为他要停止战争。再打架他不知道怎么办，俄罗斯现在是乘胜要更多，乌克兰就旁边坐着，成为待宰的羔羊。欧洲呢就放嘴炮，绝对不敢打火炮的情况下，也是一样看着人家的结论。等到这2个大国有结论了，那你们来签字。这种命运，想一想，会不会有一天不幸台湾出个赖伦斯基，变成台湾的悲惨命运？好，请教舰长。我们看到啊，现在他们就是普的这个会谈啊，其实呢感觉上面好像是很有成果，其实呢，川普他想要塑造他自己是一个和事佬啊，或者是交易高手，但是其实他什么交易都没有谈成啊。那他们虽然是可以停战30天，不对于能源的这个设施攻击，但是对于部队部队才是真正停火的核心嘛？那其实没有真正的讨论。那我们从这一次的川普跟普丁的交手之下，我们发现普丁好像才是他真正的交易高手啊。他说他其实没有完全的拒绝美国，但是他也没有完全的同意啊。那这有关于这个停战30天的部分呢，其实俄罗斯他认为啊，它的关键应该要包括美国要停止啊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确保了在前线上面能够真正的停火。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啊，那川普说没有，而且他接受 Fox News 的访问的时候，他连续在那个节目里，他连续说了2次，他们会谈没有达成这样的协议。这就告诉我们，现在他们虽然是坐下来谈，但是还存在鸡同鸭讲。什么是鸡同鸭讲呢？就大家都有和谈的意愿呢。但是呢，实际上来讲，并没有什么样的共识啊。那至于说啊，那个梅德韦杰夫，也就是之前曾经担任过俄国总统的这一位啊，他就开始嘲笑泽伦斯基，他就说啊，其实，当初你以为你是 somebody， 其实你是 nobody， 然后其实乌克兰已经沦为啊美国以及俄罗斯的一个大菜了。那现在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也就是说，是不是英国或者是法国派部队进入到这一个乌克兰来进行维和？想都别想，俄罗斯绝对不会同意。如果这样的话，那不就变成另类的北约进入到乌克兰了吗？那到底这一场战争到底俄罗斯在打什么？所以他绝对不会干。但是最可怜的，也就是乌克兰的人民。我们看看，已经战争打到最后了，美国还开始送上陆基小直径的这个炸弹呢，那送到他以海马斯来发射。这一个是因为以前就有，只不过因为它只要发射之后会受到俄罗斯的这一个这个强大的电子干扰，所以其实乌克兰的部队根本不用。那现在他已经改良好了，他送上前线，意思是什么？直接拿那个俄罗斯的这个官兵啊进行实验，但是俄罗斯的电战实力之强，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啊。那这那个来往的一个战争之后，其实真正最受害的
也就是乌克兰的人民以及俄罗斯的前线部队。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好，对于大陆来说，有一个消息，他们觉得挺开心的。为什么呢？美国之音跟自由亚洲电台呀，因为呢，马斯克一展呐，现在没有钱了，要关门大吉了，所以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就讲，美国国内政策的调整呢，他是不做评论啊，但是美国一些媒体在涉中问题的报道上面哦。劣迹斑斑，这也不是什么秘密。那《环球时报》甚至发了社评，讲说美国之音这种谎言工厂终于停摆啊。他一下这个谴责什么新疆人权问题呀，故意在那边黑哦，那又在鼓噪南海争议啊，也为台独港独撑腰。新冠疫情的时候还在那边讲说中国病毒这种说法都是来自于这样子的一个美国之音，所以他们给他一个谎言工厂的标签呐，就说就是你们一直在造谣，然后释放这种黑中言论。那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说这个美国之音跟自由亚洲电台啊，其实呢说穿了就是为了满足美国意识形态啊，而对他国大肆攻击的媒体。那这个消息呢，就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关注。那另外还有美国太空人终于回来了，今天也登上了很多社群的一个热搜词条哦。哇，等了好久哦，本来是去8天，结果变成了9个月啊！哇，这谁出差出这么久哦？太空人出差出这么久，所以他们现在就很开心啊，终于返回地球啊，还对镜头会挥手。但是因为待太久了，所以他们现在要接受一些医疗检查，直到这个医生判断他们可以返家，他们可能才能这个解禁哦。滞留了286天，他们现在有一个不会走路的状况，因为他们那边没有地心引力嘛，就有这个重力问题，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恢复像这个正常走路的状态。那肌肉有一点流失啊，骨质减少，还有平衡感失调这些问题哦，也可能会加剧这个罹患心血管疾病以及骨松的风险呐，而且还有暴露在辐射之下。这个可能罹癌的这个几率也会比较高，所以后续还要观察一下。那这样子的加班费有多少呢？因为好不容易才加班嘛，这个算是不是世界纪录啊？史上最长的加班哦，2个人，这样加班了286天，结果只有给他们1000多块美元，哇，太少了吧？那么多天加班了快要1年的这种时间哦，哇，所以1000多块，对，1000多块，我以为是1000多万呢。那是他们本来的那个工资是12万美元呐，所以但是只有加班费只有1000多哦。美国啊，美国啊。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中国大陆对于美国的这个肉品哦，现在开始进行一些反击反制措施，有超过1000家的美国肉品厂哦，因为他们这个等于说对华出口的资质过期，大概有2/3的注册工厂啊已经到期了，可能会限制美国的肉品进入到中国大陆市场，这损失呢大概就有50亿美元，这对于美国农民是一大打击哦。加上这个报复性的关税，可能会对猪啊、牛啊、乳制品加征10%，哇！所以数百家的这个美牛企业资格就在16号可能就马上就要到期了。现在也是美国农民非常叫苦连天呐。那另外中国大陆呢倒是延迟批准了比亚迪去到了墨西哥设厂，因为担心美国离太近啊，会不会技术流进去哦？所以他们现在就是踩了一下刹车。但是呢，对比一下，马斯克因为现在他搞政治搞得风生水起啊，但是就已经重挫到他特斯拉的这个形象啊，因此呢，他的股价大跌，而且今年的销量也是骤减哦，真的是恐怕是他始料未及的这样的一个后坐力。另外。最近大家在讨论小米啊，因为小米单季营收创下人民币1000亿哇，交出非常亮眼的成绩单。那现在看起来在各个领域都有斩获，而且小米新的这个苏7 Ultra 也是这个讨论度非常的高。他们现在已经把整体小米汽车的交付量从20万辆提升到了这个30到35万辆左右而且连刘强东都跟小米签了这个战略合作协议刘强东代表了京东啊，所以未来还有一些
智能摄像的产品哦。未来3000年目标2000万台，会跟京东来做一些密切的配合。那这样的市场非常的大，我们看其实连空中巴士也知道，空中巴士 CEO 抵达了中国大陆一下飞机直奔商务部那王文涛跟他这个执行长见面也进行了一些相关的交流。王文涛讲了一番话，他说希望空巴等欧洲企业抓住机遇，加大对华投资那这个话中就是希望这个欧洲想清楚这个市场跟大家可以互利互存到底是中国大陆多，还是说你要站到另外一头呢？我们来先问一下季老师。对，其实美国之音事实上它虽然是美国的这个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国际政治斗争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可是呢，真正从川普他们这些生意人眼光来看的话，他觉得就是纯花、纯浪费钱。而且呢，这个另外一部分，也就是在这个拜登的任内这个美国之音的高层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居然在美国的这个华盛顿所谓的联邦的办公建筑控制率30%的情况之下，就是闲置率有30%，办公室多机关少。然后呢，他们花了1亿多美金签了一个15年的长期租约，租下一个豪华的商业大楼。然后呢，这个商业大楼里面完全没有任何这些播音的设备，还要再花上上亿美金才能把它内部装修起来，所以就变成本来就蛮有争议的。那本来它的功能在川普他们这一些人眼睛里就是说，就是可有可无你每天对着全世界广播，我怎么知道成效在哪里？对，那成效如果不是说立刻可以显现的话，对，那你能说是成效吗？你10年以后你有显现的话，那你能邀功吗？然后又这么浪费钱，所以老早就被盯上了。所以他们上个礼拜，他们员工突然在办公室里面突然接受到一个全体都有的通知，大家都休假30天，行政休假。照美国的政府规定，你行政休假的话，30天以后没有叫你回来的话，你就是被解雇了。所以就是说给了他30天的怎么样准备期啦。不过我想这个VOA 被裁撤，事实上美国国内没有任何人替他讲话，对，只有他们自己的人说，我们这个当时是国会设定的你们为什么没有经过国会同意就还有一点微弱的声音啦。不过就是说，这些受美国之音所伤害的国家都怎么额手称庆？因为事实上在过去，尤其过去10几年间这个美国全世界推动的颜色革命大家很多受害国家都认为都是美国之音在那边煽动，然后呢不报道真实的状况，把那些国家妖魔化。所以就是说很多这些受害国就非常清楚认为美国之音就是怎么样，在表面打着宣扬美国价值，其实是将美国的对手妖魔化。那么作为美国政治颠覆一些他的敌对政府的一个手段，一个工具。所以呢1000多人就这样没有工作了。好，来问世峰哥。先不要说美国之音到底有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妖魔化等等，先把它摆一边。就整个的时代脚步来看，它是被关门了。因为当年在冷战的时代，没有太多的传播工具的时候，广播是一个很好的新战的一个工具。到今天还需要它吗？所以美国之音现在传播最大的，从来不是它的广播，从来是它的网络。所以该被关了，这是蛮合情合理的。第二个呢，就是各位想一想，一个美国的太空人上了太空，结果本来要去8天呢，结果变成了9个月。大家呢从一个角度来看，假如这是一个人类的危机，需要靠着上太空去解决的时候，要依靠美国，大概世界就完蛋了。这很明白告诉你，不行嘛，而且等了9个月，就是不行。这种不行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尤其是台湾，美国不是很了不起的家伙，他就不行。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那第三个呢，就是小米这个强强联合。先讲强强联合，先讲小米这一部汽车真是成功我最近有机会刚好很详细的去看了它的普版跟它的精装版，
它的精装版呢，真是看得令人动心呐！多少钱？50万左右的人民币，相对于保时捷的 Taycan 比起来啊，大概4分之一的价钱。那你说怎么竞争嘛？所以呢，这个时候中国大陆为了生产，把它移到了像比亚迪移到了墨西哥去，这本来没有什么技术转移不转移的问题，也没有技术被抢不抢的问题，这只是一个借口。为什么不想在那边去的？为什么？你想想看，世界各国的市场也都很多到各国去做投资，所谓的技术，它研发一定是在本国嘛。然后呢，生产出来的成品，每一个人都可以拆开来看，把它来看，哪有什么技术留不留的问题？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我不愿意随着你美国跳舞，因为比亚迪可能在墨西哥设厂了之后啊，美国哪一天这是不要脸的就把它给没收了，可不可能？谁敢讲不可能？这是从这样的角度去考虑的，不是技术会不会外流的问题去考虑。因为全世界所有各国的大车厂不都是在各国设来设去吗？你看，事实上我们在台湾买到了很多所谓的双 B 的轿车，很多还在大陆生产的，很多在巴西生产的呢，是吧？在南非生产，所以它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不担心那个美国什么时候会把人家整盘啊就这样挖着呢，就给带走了。那最后呢，可以来讲。美国要压制中国所拥有的能力越来越脆弱了，不管在经济，不管在精力，不管在综合的国力上，所以美国必须要承认一件事：一球两制啊，一个地球上有另外一个必须让你尊重，必须让你肯定，而且必须承认它存在另外一个一级的势力已经产生。这个时候绝对不是靠任何的压制啊、打压可以来做到的。好，来请教舰长。我们讲到 VOA 啊，也就是美国之音。其实美国之音的受害者正坐在荧幕前面的我，也就是前往珠海航展，我就讲到说中国，其实强起来了。这有什么错呢？那等一会儿有没有错，我们来看看美国的军官是怎么说啊。但是 VOA 他怎么说？他说我成了中国内宣的利器啊，引发台湾的国安的担忧。VOA 就是美国之音啊。他有访问到我个人吗？他想要访问我，根本拒访，因为我知道他是先射箭后画靶，然后因为他就是想要访问我，得到我的一种讲法之后，开始剪出一段来，正好抹黑。好，那我到底有没有帮中国那个讲话嘞？我们讲的是事实啊。为什么？帕帕罗也是这么讲。帕帕罗是美国的印太司令啊，他在这边讲，太平洋地区与中国的冲突仍然需要美国保持空中与海上的优势。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中国大陆的崛起根本就是一个不可逆的事实。那最新的，现在连他们太空军的副司令都这么说，也就是现在美国发现中国大陆它有5颗卫星，其实在太空进行 dogfight， 也就是进行缠斗啊。他说，美国势均力敌的对手正在太空练习缠斗，以模拟轨道作业。这是不是都一再的证明了说，其实啊，中国现在在各个方面都超越美国，所以就是刚刚盛峰老师讲的，美国不行了。那我们这样讲啊，讲到这个比亚迪现在，中国大陆延迟批准到墨西哥去生产这件事情很有意思。为什么？以前我们好像听到的都是反面的。然后现在呢，变成这个样子，意思是什么？现在叫做中国制造2025时间已经到了，但是中国制造早就已经是一个世界上公认的事实，不但成为世界工厂，还是世界的市场。但是另外一件事情，2035是什么？是中国标准。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的，只有制定标准的才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
关注一下这个杜特地，现在目前反映出来菲律宾的政局哦，真的是已经大乱了。那杜特地的律师哦，叫做梅迪亚尔雅他也特别的就是发言，他就讲说，2天前全世界都目睹了这一场有入人格的时尚秀哦，一个主权国家把前总统捆绑到海雅去，这是不是政治清算呢？我们来听一下。2 days ago, the whole world has witnessed the degrading fashion in which a former president of a sovereign country was bundled into a private aircraft and summarily transported to The Hague. To us lawyers, this would be called an extrajudicial rendition. To the less legally inclined, it was a pure and simple kidnapping. My client was denied all access to the legal recourse in the country of his citizenship, and this all in the nature of political score settling. 好，所以他讲到说，这是不是一切都是政治清算呢？那这个梅迪亚尔迪亚律师呢，他结果突然传出了病倒的消息哦，在周二上午的时候申请进去监狱来探视杜特地的时候，突然生病，然后就被抬上了救护车。那根据呢菲律宾驻荷兰大使馆的说法，他在急诊室接受治疗哦。那现在目前已经转往一般病房，但是仍然正在住院当中。可能这个事情非常的焦灼，非常棘手，所以把律师也给累倒了。那菲律宾其实在2019年就退出了国际刑事法院哦。当然这一次的这个就是被捕移交这件事情，让大家觉得说很奇怪，因为你又不是这个配合的国家哦，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哦，因为我要配合国际刑事法院，然后把前总统给抓起来呢？小马可是如果不支持其实逮捕令就是废纸一张。普丁、纳坦雅胡的逮捕令不就是这个样子吗？也就没有人在执行这件事情。那所以现在抓完了老杜特地本人哦，那他们现在接下来杜特地一家老小是不是小马可是也不打算放过？要全面的这个追杀呢？那杜特地有3句式的遗言，现在呢把这个支持者情绪通通都激发出来了，炸出了20万带枪的信徒哦。我们看到在海牙法庭上面的这个被告席他就讲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的命令我负责，相当于这个菲律宾的军警只是听令。如今这一位这个79岁的杜特地他这个用脊梁扛起了这个6000条人命。那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支持者就这样哇，就是情绪都整个被带动起来了。那菲律宾的国家警察局热线当晚接到了1800多通的军警家属安慰电话，大家都是现在目前在菲律宾内部的论坛还有 po 文5个小时刷屏了23万条，甚至呢达沃市的警察总局直接降半旗79响礼炮向老上司致敬所以看起来这个挺杜特地的力道是非常强劲的。37万军警也表态，现在看起来这个菲律宾的抗议潮是直接升级，是军警直接出来抗议的嘛？那在南部军区的第6步兵师1500名精锐西装甲的这个车队呢，他们封锁了明达纳俄岛。那首都的警察总长的办公室彻夜灯火通明。小马可是现在目前对于已经这个217名参与禁毒战争的现役警官提起了刑事指控也就是说你既然站在杜特地那一边的人，我就会来开始用这个法律来清算你。那南部军区的少将他讲宪法应该保护为国家安全流血的军人事实上呢，其实是37万武装力量的政治那现在看起来真的是斗得挺凶的。那明达纳俄的独立议题又再度翻上台面了，接下来会不会明达纳俄就宣布自己独立了呢？就不再听小马可是呢？那现在目前菲律宾的国防部长也说一定会严格执行保卫国家的任务，就不容许这个支持杜特地的这一派这个你们自己明达纳俄就这样宣布独立所以真的是内乱了嘛。那再来明达纳俄岛上的人民他们现在就是
背叛和抛弃感日益增强，他们认为独立才是唯一的出路哦。而且现在他们也是希望说能够释放杜特地，让他回到家乡。那美军打算怎么做呢？杜特地之前呢，在2016年的时候就警告美军说，你撤出菲律宾南部啊，要求特种部队离开明达纳尔岛，同时表明希望调整跟美国的外交政策。那1898年，其实在美西战争期间，菲律宾的革命领袖也被告知美国无意殖民之后，就决定将美国将士就跟他们一起并肩作战，驱逐西班牙的军队。那西班牙军队离开了这个菲律宾群岛之后，没想到美军突然倒戈相向啊！残酷的打击跟血腥的背后，最终导致了20万菲律宾的将士还有25万的菲律宾平民丧生。所以对于菲律宾来说，过去跟美国是有这样子血跟痛的这个记忆血染着大地所以从来不缺少这个菲律宾要复仇的后代。那所以你看到了这个菲律宾他们在2023年的时候增加4个美军基地明达纳尔的这个伦比亚空军基地就是其中一个。但是现在会不会因为你美国后面的力量，导致真的菲律宾要分裂了呢？就是甚至明达纳尔岛要快速独立了呢？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这个菲律宾这个律师啊，他第一次出庭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的学养非常深厚，他有充分的这个国际法的知识啊。其实菲律宾在这个国际法界是人才辈出的。我们不要看这个国家不怎么样内政很乱，可是呢，菲律宾的这个国际法的律师跟这个外交界人才辈出。在国际法庭法官有多位是这个菲律宾人出任，所以因为我们台湾是比较孤立所以我们这个政府很好用外交的事情来骗自己人，你知道？那菲律宾的话，事实上它就有这些人，这些是饱学之士，而且不是只在学术圈子里面，他们这个实务经验都很丰富的。所以那天我一听他发言，我就知道他抓到了一个这个最根本的这个案件的根本的问题。这个根本的问题并不是菲律宾内部人民，或者说对这个这次他们所谓起诉的杜特地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感觉受迫害，而是这赤裸裸就是菲律宾内部的一个政治斗争。他把国际刑事法庭当作怎么样一个工具，来铲除异己的工具，借国际刑事法庭来杀人。我觉得国际法庭如果今天沦落到今天这种程度的话，国际法庭该关门了。它不应该是介入一个内政，然后呢去完成它的任务。这个就变成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国际法庭最不应该存在的一个项。它基本上就要怎么样，在所有的这些主权国家的内政事务上，它应该要保持什么？应该要保持中立。对。要不然就不会落入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怎么样一个窘境。所以我觉得国际刑事法庭接了那么多案子这个案子是最糟糕的。他们他们抓过这个当时的南斯拉夫的这个前总理，还有这个赖比瑞亚的前总统泰勒这些案子，他国内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也不会是因为国内内政把一个人怎么样丢给他。让他们来做刽子手。如果说今天这个国际法庭变成这样子，这个整个国际刑事法庭，我觉得它的声誉会完全的怎么样？完全的受到怎么样？非常严重的打击啦。那现在这个菲律宾这一场政治风暴我前几天就预言，它事实上它是在除了闷烧以外它的这个危险性非常的大，因为它除了内政之外，它还有这个菲律宾的内部的地域之争。菲律宾这个地域之争就是南北。南北两大岛其实隔得很远的。很多这种国家这种就殖民地独立的国家它的国家应该是我们用一句术语就是说被人工造成的。他们过去从来没有是一个国家，也就是被这一些怎么样？被这一些殖民主义者把它通通框在一起。像印度从来没有那么大国，印度是小邦林立，英国人统治才有今天印度的疆域。那菲律宾是这样，奈及利亚是这样，南非是这样，这些被殖民国大部分都是这样。那可是它内部本身历史的凝聚力，民族之间的交往本来就没有那么密切。所以呢，这个
这个结盟基本上就比较脆弱。而且，如果今天首都是在敏达纳俄的话，事情还比较简单一点。那因为首都在北边的吕宋岛，所以本来敏达纳俄人来讲就觉得，为什么国家要被北岛的人控制？我们南边的人都要受到怎么样？受到统治。那现在好不容易出了一个杜特地这样南方大家族的去做了这个菲律宾的这个总统，你看他的做法跟吕宋岛出来领袖就不一样。他对美国的态度也不一样，所以今天这个事情闹的就会变成南北之间的矛盾再加进来，菲律宾可能会爆发内战。南部的这个叛军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停止过，现在呢，我想这个情况一定会加剧。那加剧的情况，菲律宾就会因为小马可仕的一个背信忘义借刀杀人的一个政治伎俩把菲律宾带入一个长期的动荡，而且是军事对抗，这个就是小马可仕他我觉得对不起菲律宾的地方。好，来请教春风哥。这样子这个小马可仕应该就是自作内不可活，然后呢，这个国际刑警组织以为吞下一个麻糬结果吞到哪我发现是涕剂吞也吞不进去，吐也吐不出来，会很难过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国际刑事法庭，在过去两个常常在最近在这个网络里面呢，或是在媒体里面大家提到有2个审判成功的例子一个就是米洛塞维奇就是萨尔维亚的总统。那米洛塞维奇呢，就是被涉及到也是一样所谓的屠杀屠杀人类罪这等等这样子被起诉。很简单的，因为战败国所以被起诉嘛，被分裂了。那起诉了以后呢，也被抓了，抓了以后呢，他最后死在这一个国际刑事法庭的狱中在荷兰的狱中，06年去世了。去世以后呢，但是不要忘了，15年的时候，他被起诉了，被审判了，还没有定案的时候，他都去世了。可是15年的时候，国际刑警法庭最后裁定无罪。这个是开大家的玩笑。然后呢，再来看呢，刚果的皮耶本巴也是一样，当时也是被国际刑事法庭呢，抓这个起诉了，起诉了以后呢，判他是有罪。2016年的6月判他有罪，而且有罪必须要服刑18年，这个蛮大的一个刑期。可是呢，才6月8号他的上诉法庭就以3比2通过无罪释放。这是不是开大家一个玩笑？这个国际刑事法庭的地位大概就这2件，我们大家呢还是言之凿凿的成案的案子最后的结局是一个笑话的结局一样，搞了大半天，处理了大半天，好像是一个罪大恶极的，那结果呢是最后还是被判无罪。不论是死在狱中不论是被定刑的也好，最后都是无罪判决那我们来看看呢，这杜特地这个更荒谬，因为杜特地他是在解决了菲律宾人难以承受的这个毒品的问题。那处理这个问题，假如依照法律再来处理，那我想大概永远也处理不了。我这不得不想起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不久之后整个社会乱成一团，所以中国大陆最后呢，去进行了一场这个扫黑的大行动。为什么扫黑大行动？因为是已经乱得不像样子，整个村子人出去抢劫火车，把火车拦下来，然后上车抢劫。然后呢，甚至听说传闻这个邓小平从北戴河要回北京的过程里面，还在天津被所谓的菜刀帮中途拦截。然后呢，警察局长出现的时候，最后是这些歹徒说：“我是今天看你的面子。”警察局长还拿了5万块然后我都看你的面子，所以让他们走了。所以说国家已经乱成这样子，怎么办？所以必须要把这一个全国的黑色的暴徒要彻底的干掉。那时候定了一个，假如从今天的法律来看，绝对是不合法治的，是可逮捕可不逮捕就逮捕，可有罪可无罪就是有罪，可死可不死就是枪毙。这个听起来很违反法治但是因为这样一个大力的整肃，才把这一个10几亿人口即将要变动的整个的社会的暴动呢，把它给处理下来了。从法治的角度来看，我刚才所讲的那几句话绝对是可以被批评的，但是从
菲律宾的角度来，同样看到菲律宾处理了这个毒品的角度来看，他这样子的做法反而是稳住了菲律宾。结果今天的马可仕放弃了自己的国家主权，然后让自己的前总统眼睁睁的看着前总统被飞机这样子带到海牙去，这个海牙界，这个不是绑架，不然是什么呢？所以呢，很简单，他的女儿是用主权来做诉求，他的儿子用情啊、用理啊来诉求。诉求什么事情？你的父亲贪污了100多亿，然后逃到了美国，最后我的父亲当总统的时候，还让他回归来融账。那你呢？你怎么今天这样子来对待我的父亲呢？一个用法是主权的国家不应该被羞辱，一个用情理，你这样做合人情吗？所以这一场还可以值得你观察。好，请江舰长。我们看啊，为什么会有37万的这个军警啊，表态支持杜特地啊？那一定是他做对了什么？其实啊，他在机场送往海牙的过程当中，他是有录一段视频的。那他其实特别的讲啊，就是有关于禁毒这个战争啊，他把它形容成战争，战争的责任啊，无论是执法单位或者是部队或者是警察他都一肩扛下，不需要这些人那担负任何的责任。他说他会保护这些军警以及执法人员，他对一切负责。那这个也就是我们想想有多少的家庭当年在杜特地执政之前是被这些毒品所禁驭的。那现在呢？那透过杜特地的这个反毒的战争那然后结果解决，让这些家庭呢能够重新的回到社会。那所以他才有这么多人的支持另外我们常常在讨论杜特地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陷于一种他为什么这么亲中？那他为什么不亲美的这种讨论呢？其实与其如此说，不如说他不是在中国大陆以及美国之间做选择，而是他为了菲律宾的国家的那个利益做选择。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他就问过这个美国驻菲律宾的大使说如果发生了那个任何的一个攻击的时候，美国会不会支持这个菲律宾？那但是当时的美国大使告诉他，只有当你受到攻击的时候才会这样。我们在去年的这个仁爱礁的部分，我们也看到的确如此，美国根本就是将这一些菲律宾的特战人员呢置于危险之中而不顾。那但是呢，那这就是杜特地的回答就是我为什么要参战？他说我不会那样浪费人民的性命也就是他不会将这个菲律宾的军人或者是民众推向战场，所以他在政策上面比较倾向中国大陆的原因就在这里。